练习2年半之后啊 ，RTX 507显卡终于来了。那我面前的这2张显卡呢，就是新旗舰 RTX 5090D 啊。没办法啊，咱们目前呢国内正式销售的只有这个5090D 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5090D 到底表现如何啊？它比4090提升到底有多大 ？DLSS 4。到底效果怎么样？以及最关键的就是5090D 的游戏性能到底和5090有多少区别啊？恰好呢，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叔啊，借给了我们一张没有 D 的5090，那我们也可以一探这个 D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那和4090D 呢，与4090的关系不太一样啊。5090D 至少在纸面参数上，其实和5090是完全一样的，完全相同的CUDA核心数量。完全相同的 Tensor Core 数量，完全相同的96兆2 G 缓存，完全相同的32 G 512位的 GDDR7 显存，基本上相较于4090有着30%出头的规格提升。那关于 Blackwell 架构的细节啊，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上一期技术前瞻的内容，那个视频里呢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5090D 并没有官方的 FE 版本啊，那所以这次呢，我们总共收到了来自华硕和七彩虹的2张 RTX 5090D， 分别是来自华硕的 ROG 夜神 RTX 5090D 和七彩虹的 RTX 5090D AD。那七彩虹这张 5090D AD 的体积相当扎实啊，两边2把11厘米，中间1把10厘米的风扇配置，背板上开了通风口，但并没有在背板上面呢加排气风扇，整体厚度接近4毫啊。AD 在定位上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所以它的价格呢不会比官方指导价高出太多。而 ROG 这张夜神的5090D 呢，体积就要再大一些了，它拥有正面3风扇、背面1把排风扇的散热设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不就来拆一下这张 ROG 的夜神5090D 啊。那先拿下风扇啊，可以看到这张卡呢用了一个8×8毫米热管的散热模组啊，散热面积相当巨大。拿掉散热器呢，你就可以看到 PCB 了。这张 ROG 的5090D 的 PCB 非常豪华啊，总共16颗的显存组成了32 G 512位的显存规格。上次看到这么多颗显存，还是 GTX 280啊。PCB 上焊满了18+6+7这样的供电，而且呢，为了做尾部的排风扇设计，那这次的 ROG 5090D 也做了类似公版4090的异形 PCB 设计。然后呢，我们刮开核心上的7950相变硅脂，这颗就是 5090D 的 GPU 核心了。那这颗核心的代号是 GB202-250啊，注意啊，是250啊，不带 D 的5090是300啊，这个核心代号是有区别的。因此呢，5090D 如果你想改成5090啊，这难度呢应该是挺大的。这颗 GB202 的核心面积相当巨大啊，我们量出了750平方毫米左右的核心面积啊，在历代旗舰卡里也是和 TU102 并驾齐驱的超大核心，而封装大小就更大了。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历代最大，毕竟512位的显存控制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次非常感谢涛弟大叔、万扯淡和 Kernel 3位老朋友，开出了一颗 GB202 核心啊，可以说是成本爆炸。完整规格的 GB202 核心总共有192组 SM 单元，总共呢是24576个CUDA核心，中间巨大的 SRAM 区域是128兆的 L2 缓存，整颗核心的规模比起上代的 AD102 核心又大了不少。5090和5090D 呢，则是开启了其中的21760组CUDA核心和96兆的 L2 缓存，这个阉割幅度呢和4090其实差不多啊。那完整规模的 GB202 核心呢，应该是未来的这个 RTX B6000和 B40计算卡独享了啊。那游戏玩家们呢，就别打这个主意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来实际上机看看这 RTX 5090D 性能到底如何吧。那为了不造成 CPU 瓶颈，我们这次的测试平台呢，选择了目前毫无争议、游戏性能最强的 CPU AMD 9800X3D， 搭配双头的 DDR5 C28 内存和 ROG X870E Hero 主板进行测试。那么除了5090D 以外呢，我们也复测了老旗舰 RTX 4090作为参考，以及完整的5090设置到同样的频率和功耗墙来作为对比啊。先来看 3D Mark 啊，在经典 DX12 测项 Time Spy 当中啊，5090D 的成绩差不多是48000多分呢。这个成绩呢比4090大概强了32%。那5090的性能呢，则是和5090D 完全相同。
那么在压力更高的 Time Spy Extreme 当中呢，5090D 依然和4090拉开了30%以上的差距，和5090呢则继续保持完全相同啊。不过在新的 Steel Nomad 的测试里面，5090这两张卡倒是获得了巨大的优势，比起4090强出了50%之多啊。但在 Steel Nomad Lite 测试里面呢，两代的差距又缩小到了30%以内。那我们也跑了一下 Port Royal 的光追测试，那这里的5090兄弟的性能就比4090强了40%左右。那这个幅度呢，会比纯光山化的测试优势要更大一些。那50系的光追效率的确是进一步提升了的。那反正至少从跑分来看啊，这个5090D 和5090啊，图形性能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区别。那光看跑分，说实话，我确实是有些失望的。那实际游戏里它表现又怎么样呢？ DLSS 4效果又如何呢？这次我们一共测试了10款游戏，来对比5090、5090D 和4090，咱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玩几个不支持 DLSS 的游戏看看，像《艾尔登法环》啊，算是少数至今都还不支持 DLSS 大作了。不过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法环正常都是限制60帧玩的，本来解锁帧数玩的人呢就是少数，因为它会触发反作弊，影响线上。那从结果来看，法环确实是显卡提升比较小的游戏，5090 4K 最高画质不开光追，跑165帧啊，提升19%，开了光追呢，跑到111帧，提升23%啊，有那么点进步啊，但是真不多啊，并且5090的功耗呢又明显高出4090一大截。虽然离功耗强限定的这个575瓦还非常远，但现在这个500瓦级别的功耗绝对不比当时的3090太低了。另一个不支持 DLSS 的就是吃鸡了。那说起来啊，吃鸡更多时候是个 CPU 和内存缓存瓶颈的游戏啊，要不是因为有980x3D 啊，可能我们测出来根本就没有任何区别啊。反正现在这套平台上呢，跑 4K 全开的吃鸡，5090和5090D 它是能跑到220帧以上的，提升28%左右。那我们是时候引入几个支持 DLSS 的游戏了。首先是2024年的优化大坑《潜行者2：切尔诺贝利之心》啊，这游戏真是继承了斯拉夫开发者的光荣传统啊！哪怕并不支持光追，但 4K 史诗画质下，4090啊就只能跑个55帧啊，这优化真是太烂了。那现在5090呢，则是勉强的跑到了平均帧70帧以上啊，提升了29%啊，也就算是个凑合能玩吧。那好在《潜行者2》呢支持 DLSS 超分和补帧，那开启了平衡档超分之后，帧数总算有了显著提升。5090呢能跑到110帧左右，那如果再开启补帧的话，可以跑成165帧啊，并且看起来5090D 确实和5090没什么区别，甚至呢连 DLSS 下的性能都没啥差别。使命召唤：黑色行动6是属于显卡门槛不高，但上限比较高的竞技游戏。那4090不开 DLSS 呢，也已经可以 4K 全开120了。那5090的话呢，就是再提升个21%，跑150帧。那么开个平衡档 DLSS 呢，能跑个170多帧。但如果你想达到200-300帧的电竞级帧率啊，low 帧165帧以上的话，目前的显卡还是只能降画质才可以。大表哥2呢，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作为7年前的老游戏，至今仍然可以给旗舰显卡带来压力啊。那如果没有 DLSS 的帮助呢，4090也才刚刚跑到平均125帧。说起来，这个5090在大表哥2里的提升是相当不明显啊，只有接近20%啊。并且这个游戏的 DLSS 效果也不是很显著。开启了 DLSS 之后呢，5090也就跑了170帧左右。那这次我们还测了被不少人诟病优化差的虚幻5游戏。无限暖暖，那这个游戏不仅显卡压力不小，更是有严重的 CPU 瓶颈啊！用980x3D 啊才能勉强跑过120帧，哪怕 4K 全特效开光追，在5090上依然是 CPU 瓶颈。所以呢，你看起来好像提升就没那么大了，因为980x3D 都跑不动暖暖。也是因此呢，开了 DLSS 超分之后，帧数也不会有什么改善。这优化真的是够烂的吧？那之前测的这几个游戏，5090好像提升都蛮小的，感觉有点丢人啊。但有没有5090提升比较大的游戏呢？啊，当然也有啊。但凡是喜欢拥抱最新图形技术的游戏，那5090的表现就还不错。比如说，再次请出老朋友赛博朋克2077啊。说起来啊，2077也是个4朝元老了。你还记得他最早联名的显卡是哪一款吗？是2080 Ti啊。然后首发又是跟着30系一块
作为光追的演示游戏呢，后来40系发布也是用2077来演示 DLSS 3的补帧新特性，而路径追踪、光线重构也都是2077率先支持现在 DLSS 4的首发，你看还是2077，而且今天已经正式更新支持了，老演员了，属于是。不得不说2077至少在图形技术上底子确实不错。那现如今的路径追踪全开的2077，这个画质真的是太惊艳了，至今还是没有哪款别的游戏能打。但代价就是，要是没有各种科技与狠活的加持你的确很难有好看的性能。哪怕不开光追，4090在4K 超级画质下也就跑个75帧，5090呢可以跑到111帧有一说一，这提升幅度确实挺大的了，都将近48%了。那如果我们再上点强度，开个 Overdrive 档光追这个性能自然不必说直接歇逼了。这个时候4090只剩25帧，5090也才平均33帧光追在这么低的帧数下，其实玩起来效果很差。因为低帧率下光线的采样样本数量太少了，你会看到各种光追造成的拖影问题就算你能忍受低帧率，你也绝对忍不了这个画质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入 DLSS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只有帧率高上去了，光线采样充足，才不容易出现尾影。那咱们先是不开补帧，只开 DLSS 的平衡档超分5090无光追的性能可以提升到149帧开路径追踪光追也可以提升到79帧，总算是一个可以玩的流畅度了。而如果你想要追求最极致的游戏体验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隆重介绍 DLSS 4的多帧合成了，它可以直接把5090的帧数带到248帧由于79帧的基础帧率足够高，所以这个补完帧248帧的体验确实是丝般流畅看过我们4090首发评测的同学肯定会知道 ，DLSS 补帧它是会占用本来的显卡性能的，所以说这个248帧呢，其实并不是直接从79帧补上来的，而是受影响的降到了62帧，再翻4倍补到248帧的。应该说5090的基础性能即便提升不大，但应对现在的游戏也已经是相当强了。它很难出现这个原始帧呢，在开完 DLSS 平衡档之后还到不了60帧的情况，所以多帧合成在5090上是非常可用的。那我只是比较担心那些低端一点的50系显卡上，那如果原始性能自身就难保的话呢，还能不能保证补帧的效果，还包括延迟等大家关心的方面，我们待会儿呢也会专门来验证一下。另一个很看重图形技术的游戏是《心灵杀手2》这是 PC 端最早一批支持网格着色和路径追踪的游戏，而如今的《心灵杀手2》又第一时间更新了对 Mega Geometry 的支持，有望改善光追下的性能开销和画质。那我们测试下来呢，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吃性能的游戏，即便不开光追 ，4K 高预设不开 DLSS，4090也就只能跑个80帧5090呢有约30%的提升，跑到了100帧以上。但要是开了光追就非常惨了路径追踪的威力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个时候呢，4090只剩36帧了，5090也就跑个51帧。虽然确实提升挺大的，超过40%了，但显然还是谈不上跑得很顺那这个时候就要依靠 DLSS 了。先通过超分把帧数拉上100帧，再借助 DLSS 4的4倍帧生成给拉到接近300帧现代玩家的显示器都快跟不上5090这个补帧的步伐了。还有一款支持 DLSS 4的游戏是《霍格沃兹之遗》，那这个游戏对于50系也蛮友好的，纯光山化表现5090强了42%，光追强32%，开完多帧生成甚至可以跑到378帧说实话这个游戏更多并不是显卡瓶颈，而是 CPU 瓶颈，就各种奇奇怪怪的 CPU 造成的小卡顿影响你的实际观感。那实际上 DLSS 4呢，对于这种情况也很难说帮得上什么忙这只能靠游戏开发者进一步优化。最后压轴登场的自然是黑神话悟空了。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黑猴的性能要求真不是开玩笑的，甚至不开硬件光追，只开 UE5 的 Lumen 4090跑 4K 影视级画质，不开 DLSS 也只有43帧5090呢也就57帧。你要是开个硬件光追，那直接歇逼5090才能跑30帧出头的原生帧，哇，那叫一个酸爽那开了 DLSS 超分之后呢，确实缓解了不少。4K 平衡档的5090总算能跑到接近70帧了。黑猴也已经说了会加入对 DLSS 4多帧生成的支持，但目前的版本还没有更新那如果用 DLSS 3补帧的话，5090呢姑且可以跑到平均114帧。总体看下来5090相比4090，如果我们撇开 DLSS 4多帧生成的话，在传统光山化游戏的提升里呢，也就接近30%。
那么在光追游戏里的提升呢是33%，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大概是最近10年旗舰卡代际提升幅度最小的一次了。而功耗上，由于工艺制成并没有迭代，5090呢可谓是提多少性能就要提多少功耗，高压游戏吃掉500瓦也是家常便饭啊。考虑到如今 N 卡2年才一次更新啊，要是没有 DLSS 4的加持，这点点提升确实是有点不够看的。那与此同时呢，国内特供的 5090D，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游戏性能真的是和5090没有半点区别的。DLSS 性能呢，也基本可以当做误差来看待了。看来和 4090D 不一样啊，这次 5090D 的刀法确实没影响游戏性能。具体的机制呢，可能要等到更多 AI 测试之后才能得知。反正之前呢，我们对 5090D 游戏性能的各种担忧啊，确实是可以稍微放心一点了。当然啊，老黄既然敢把这玩意儿端出来卖到更高的价格，大概也是因为他对 DLSS 4足够有信心。如果能把代价都处理好，这确实是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比起平平无奇的性能提升 ，DLSS 4才是50系显卡真正的杀手锏。上次的前瞻视频，我们已经简单和大家聊了 DLSS 4的特性，今天我们就来实测来看看 DLSS 4的画质、帧数和延迟表现吧。DLSS 4呢，包括多重改进啊，其中我们首先要聊的是一个20系、30系、40系老卡都能享受到的升级，就是它对超分辨率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更新，这是所有 RTX 显卡都能用上的新特性啊。简单来说，就是把超分所使用的模型从 CNN 换到了 Transformer。就像我们上期说的，从 CNN 转向 Transformer， 主要是为了让模型可以注意到更全局的画面信息。CNN 相对来说呢，是以局部的方式进行超分 ，Transformer 呢，则更多是以整个画面的信息进行超分啊。我们先用2077统一开到性能档位的 DLSS 超分。那在这个状态下，原生渲染分辨率仅为 1080P， 超分到 4K 啊，非常适合来看看画质的区别。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场景，在夜晚，我们尝试观察车轮转向时的画面。老的 CNN 模型下的 DLSS 出现了非常诡异的画面啊，轮胎和地面直接出现了迷之模糊，彻底糊作了一团啊。Transformer 模型下的轮胎呢，你仔细看，确实可以看到字母的部分有些许的拖影，但整体已经非常接近原生渲染的情况了。那这其实是一个挺极端的状况，因为轮胎和地面的明度差异很小。CNN 此时可能没能正确区分轮胎和地面的分界，它并没有把轮胎作为一整个物体去分析运动，因此呢就糊作了一团啊。而 Transformer 呢显然理解了轮胎作为一整个物体的运动逻辑啊，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就清晰了很多。那另一个在之前的 DLSS 版本当中容易发现的画面错误呢，是画面里的那种细栏杆啊或者细电线啊，当你有显著运动的时候，容易察觉到闪烁，就像是游戏不开抗锯齿一样的感觉啊。比如说这个栅栏，当我们往前开车的时候呢，原生画面下其实是没什么闪烁的，但 CNN 下面呢就会有显著的闪烁问题。那这一点在 Transformer 版本里有了显著的改善，但你依然能够察觉到些许闪烁的发生啊。英伟达说他们分析了大量模型做出错误选择的例子，并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训练的时候有意识的去解决拖影啊，这个拖影问题就能够大幅的改善。那不过目前的 Transformer 版本的 DLSS 超分呢，也有几个很明显的穿帮场景。首先，它对半透明物体的处理甚至比 CNN 版本更差。比如说这个场景下的红色感叹号标志，你可以看到在 Transformer 模式下，它有非常严重的闪烁问题，甚至感叹号都已经快被撕裂了。那这个呢，可能是 Transformer 模型同时关注了铁丝网的高明细节、霓虹灯的图案以及背景的画面，但大量细节叠加之后，反而变成了这个样子啊。实际上呢，这里原生帧的画面就已经有一定的问题了，但被注意力机制注意之后啊，小瑕疵反而被它加强成了另一种画面错误。但如果你转视角去正视这个标志的话，你就会发现 DLSS 其实把你缺失的部分又补全了。那因此呢 ，DLSS 其实是理解了画面的，只是它修补的方法并非在所有场景下看起来都是最好的。那类似的呢，我们也发现啊，两种模型在都有半透明物体遮挡关系的时候，不约而同的给出了同样的错误答案啊。要解决这种问题呢，可能还是要模型再做更多针对性的训练才可以解决。那么目前的模型其实已经能够做到理解画面了，但它可能还不知道好的画面是什么样啊，这个只能说未来可期。那另一个我们发现的问题呢是反射。这里呢，这个车顶啊，应该反射来自画面上方变化的霓虹灯板，在原生档位和 CNN 时呢都没什么问题，但当我们调到 Transformer 时，情况不对了，这车顶的反光怎么不动啊？最终呢，车顶反光里的霓虹灯板居然融合成了一种奇异的颜色，
这是因为在之前的 CNN 模型当中呢，模型只能对单帧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卷积核进行推理，而使用了 Transformer 模型之后，模型可以注意到这一整帧以及往前很多帧的上下文，但模型呢并不知道要对这些信息做什么，所以就给出了混合颜色这个奇怪的解答，造成了渲染错误啊。那这下可好，路径追踪的成果直接被 DLSS 抵消了，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抽象的。那总的来说呢 ，Transformer 版本的 DLSS 超分解决了一些 CNN 模型下难以解决的图形缺陷，它再次提升了 DLSS 超分的可用性。最关键的是，这一改变是所有 RTX 显卡都可以受益的。要知道，目前版本的 DLSS 超分效果已经非常接近原生画质了 ，Transformer 无疑是再次拔高了 DLSS 的上限。当然呢，它还有一些小问题，它需要花时间去优化一些注意力机制引入的问题。考虑到目前还只是一个 beta 版本，我认为啊，我们甚至可以期待未来 DLSS 画面观感无限接近，甚至在细节上超越原生渲染帧的可能性。聊完超分，咱们就该聊聊真生成了啊。那这次 DLSS 4的真生成把全链路都换成了 AI 模型来实现，也就是说，这次的新方案不再像 DLSS 3那样使用 GPU 内置的硬件光流单元了，而是使用 Tensor Core 进行光流计算。我知道你们有不少人是非常抵触开启真生成的。那 DLSS 3的效果呢，虽然已经是业界一流了，但还是有画面边缘破损、帧率曲线不稳定等等问题啊。那么 DLSS 4有没有改善呢？咱们就来实际对比一下，看看都是用2倍真生成的情况下 ，DLSS 4相比 DLSS 3有没有画质上的进步。DLSS 3的真生成呢，最容易找到破绽的地方就是在运动物体的边缘以及阴影的边缘。那我们在2077里开车去看看啊。那在阳光下呢，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车身周围的阴影出现了破损。你会看到原生帧里，那这个阴影的边缘是比较锐利的。DLSS 4的表现呢，已经比较接近原生帧了啊。那当然呢，在细节上啊，也会有小幅度的丢失啊。再比如说这个侧窗的细节，因为侧窗是一个半透明材质，本身就比较复杂，同时又有透射和反射。那么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很明显能够看得出啊 ，DLSS 3这边的侧窗出现了破损的痕迹。啊，你看这辆车在转弯的时候，这个侧窗啊都要没了。那 DLSS 4呢，其实偶尔也会出现破损，但情况要好很多。那这里的原生帧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 DLSS 4也确实比之前更接近原生画面了。那你们也知道，507显卡引入了最高4倍的真生成啊，那么在4倍真生成下，画面的代价会不会很高呢？要知道这个时候16个像素里，其实只有1个像素是实际渲染出来的。事实上啊，这 DLSS 4的4倍真生成在200帧左右，也就是原生帧60帧左右的情况下是非常可用的。仔细来看看它和 DLSS 4 2倍真生成的画面，也很难一眼去看到画面的缺陷。只有当你仔细盯着看啊，比如说像这台车车尾的这个天线啊，像这种部分呢，可能会有可以察觉到的拖影现象。甚至于这时候的画面质量完全不比 DLSS 3 2倍真生成的时候来得差，这绝对是这代最重要的科技与狠活了。另一个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呢是帧稳定性。那之前呢，40系的 DLSS 3真生成虽然帧数上去了，但真生成时间未必稳定。那尤其是原始帧率如果比较低的话，补帧滑动鼠标你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连贯啊。而50系呢，这次全新引入了 Flip Metering 特性啊，那通过 GPU 来控制帧间隔，帮助 DLSS 4稳帧，减少真生成的卡顿。那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呢？我们也专门测试了一下。那这个呢是 DLSS 3没有稳帧的2077，那这是它的真生成时间。而这个呢就是 DLSS 4配合 Flip Metering 的真生成时间啊。两个都是在原生60帧的情况下开启2倍真生成。你可以看得出啊，稳帧之后的真生成时间离散度明显更低了。那我们计算了变异系数啊，稳帧下偏离均值5%，而以前没有稳帧的时候呢，则是偏离均值8.7%。看来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这波 DLSS 4补帧确实是稳了不少。那我们在 4K 分辨率的显示器下实际游玩下来呢，这个 4K 200帧的体验是真的爽啊！主观感受上确实很接近原生200帧。你想想，突然有一天你就可以玩到200帧的2077，加上路径追踪，加上 4K 了。而且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甚至很难察觉到任何异样啊！这就是 DLSS 4的威力。那不过大家最关心的啊，肯定还是这个 DLSS 4的延迟啊。那我们这里呢，就拿2个游戏来测测看，开启多帧生成，来看一下延迟到底有多高。那像 Alan Wake 2呢，我们在原生帧率下可以跑到平均51帧，那这个时候测出来延迟是56毫秒。那这个游戏应该默认就有开 Reflex 啊，所以延迟本身也不算特别高。
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是开 DLSS 3的补帧，会引入17毫秒的额外延迟，那这时候呢，延迟会来到72毫秒。一方面，补帧本身的光流计算就会增加延迟；另一方面，我们在4090评测里就讲过，补帧呢要消耗原本的 GPU 性能，这就会导致原始的帧率也会下降。等于说呢，它是从51帧先降到了42帧，再翻倍补到84帧的。那它的延迟呢，就应该以42帧为基础去计算。那天然呢，它就会增加一些延迟。而更新了 DLSS 4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延迟的确明显的降低了。如果只是开2倍真生成的话呢，现在的延迟仅仅高出了9毫秒，来到65毫秒，增加的延迟只有原来的一半啊。哪怕开3倍甚至4倍的真生成，延迟都还是比原来的 DLSS 3的时候呢来得更低的。那这除了新模型在延迟上的进步以外呢，还有一方面是 DLSS 4的性能消耗减少了。这点你看帧数也能看出来啊，原始帧率的下降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延迟自然有所降低。当然，《心灵杀手2》现在还支持了新的 Mega Geometry， 那这也会带来一些性能提升。在另一个游戏2077里，我们也测了一下，那这个里面呢 ，DLSS 4的延迟也是有所改进的，原始性能的损耗有减少啊，但没有《心灵杀手2》那么明显。那同为2倍真生成的情况下呢 ，DLSS 4的延迟只低了1毫秒左右的样子。不过补到4倍帧率呢，好像也没增加多少延迟。最关键的是，补帧是会强制开启 Reflex 的 ，N 卡只要开了 Reflex， 延迟就已经能比原生低很多了。那像2077这里呢，60帧原生的延迟呢就高达70毫秒，开了 Reflex 本来就已经能降低一半延迟了。开启真生成呢，其实就是把省下来的这些延迟稍微花出去点，用来提高帧率。那在这种原始帧率够高的情况下，倒是无伤大雅。那我觉得最存疑的情况呢，反而是低帧率下的补帧表现，比如说从30-40帧补个4倍，补到120帧啊，这下还能玩吗？其实光论流畅度啊，这个120帧呢，还是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它确实很流畅，它绝对不是这种30帧的那种卡卡的感觉。感觉相比 DLSS 3呢，低帧表现上已经进化了。延迟上呢，它就是一个30帧的延迟啊，它肯定是不跟手。但考虑到你的原始帧率也就这点啊，那如果你能接受云游戏的延迟，那其实这个呢也还凑合啊。但你要说这个体验有多好啊，那也并没有啊。那玩久了呢，你还是能感受到各种低帧带来的尾影。一方面 UI 文字的各种破图呢很容易出戏，另一方面呢有些情况它并不是很好做帧预测啊。比如说2077，你开瞄准镜之后，在这么低的原始帧率下，那如果这个瞄准镜轮廓比较大，正好又把画面隔绝开了。那这个镜子里面的画面呢，就会随着你的移动各种抽搐啊，完全没办法正常补帧。那给人的感觉呢，就像镜子外面的世界是120帧啊，但镜子里面呢就只有30帧啊，外加各种破图尾影啊，这个体验呢真的谈不上很好。反正 DLSS 4的补帧呢，最好还是确保不开补帧时的原始帧率能跑到45帧以上，才能够保证不会有太严重的破图。那不过我们还是想整点更骚的活，比如说我进一步降低原始帧率，比如只有10几20帧啊，然后我们把它补个4倍啊，补到60帧啊，这个画面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我靠，这真是有一种诡异的流畅感啊！目标60帧的流畅度，搭配上各种奇怪的闪烁破图，简直就像是 AI 生成的游戏视频一样啊！啊，这还真是 AI 生成的啊！虽然只是 AI 光流啊，再配合上这个10几帧的逆天延迟，这玩起来简直就像喝了假酒一样啊！当然，我们只是在胡闹啊。那这么低的帧率已经远远低于 DLSS 4的设计初衷了。补帧是有极限的，想要舒服点儿，还是先保证原始帧率足够高吧。要知道5090之所以要加个 D 啊，就是因为要限制 AI 性能。那我也很好奇，这5090D 的 AI 性能到底如何？会不会阉割到4090的水平？和5090又有多大差距？那我们用欧拉玛呢部署了一个32B 的通义千问2.5模型，让它翻译出师表来记录它的吐词速度啊。最终5090和5090D 跑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成绩，比4090呢提升了50%左右。这512位的 GDDR7 显存带宽是非常猛啊。不过拉玛毕竟是一个更吃显存带宽的场景，它并不太吃核心算力，所以我们又使用了 UL 的 ProScience 测试套件来测试一下它们的 AI 性能啊。结果呢，这里面5090D 依然和5090一样啊。比起4090，在 FP16和 FP8的性能上有接近50%的进步幅度。那 Blackwell 架构重点优化的 FP4 性能确实非常亮眼啊。只不过目前呢 FP4 量化的模型还不是非常普遍啊，具体是不是足够实用，还是要看未来的发展。那反正目前呢，这些 AI 测试还看不出 90D 到底阉割了啥啊，只有等到 PyTorch 更新之后，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答案了。刚好啊，今天又更新了12.8版本的 CUDA Toolkit。
那于是呢，我们光速编译了一个兼容 5090D 的 PyTorch， 搭建了一个微调 BERT 的环境啊，来看看新卡在不同数据类型下训练 AI 的性能。结果呢，不管是传统的 FP32和 FP16，还是英伟达新推出的 TF32，还是大模型常用的 BF16啊，反正现在啊，我们测试的所有这些项目里啊，5090D 和5090都并没有测出什么不同啊。也许在某些场景下啊，这个5090D 会有一些限制，但这个呢，就只能等之后再慢慢发掘了。那聊完了性能，咱们也该来看看5090的功耗表现了。老实说啊，这次这个575瓦的 TGP 简直是非常吓人啊！那我们也记录了它在运行 3D Mark Time Spy 时的功耗表现。在第一个场景当中，其实它是撞不到功耗墙的，即便是在压力巨大的 GTR 场景，也只有非常偶尔的情况下才会撞墙。因此呢，它的实际功耗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低于575瓦的。但如果你和上代的4090做对比，那么5090的平均功耗增加还是非常显著的，大约30%左右的功耗提升。你基本上可以说提升了多少性能，就多消耗了多少功耗。这个能耗比啊，几乎是原地踏步的。那它也就成功的成为了历史上功耗最高的一代大核弹啊。但从上代40系开始呢，非公显卡的散热能力都豪华的吓人啊！我们手上这张极为重量级的 ROG 5090D， 默认功耗墙就有600瓦啊，它可以完全喂饱 GB202 核心。最终我们把它超频到了 3.1 G 以上啊，显存更是非常能超，直接干到了32 Gbps。Time Spy 跑到了53000分 ，Time Spy Extreme 也超过了28000分啊！那这个成绩相较于默认状态下，大约可以提升10%的性能啊！这对于旗舰卡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可观的提升幅度了。只可惜啊，国内没有5090D FE。那我是真的很好奇，这么一个超级大核弹，怎么才能用一个薄薄的双槽散热器压住它呢？这只能以后想方设法，我们去搞一张5090 FE 来试试看了。总的来说啊，这个5090论本身的性能进步和能效进步啊，我真的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尽管图形管线技术上 ，NV 拿出了不少新思路，尤其是 AI 会越来越渗透入未来游戏的开发。那50系呢，你可以说它是个新时代的起点吧，但是这个起点对于只是现在买回去玩现在这些游戏的发烧友来说，实在有点太低了。750平方毫米左右的核心面积啊，这么大的一颗芯片，居然只有2年30%的代际提升啊！我不得不问一句 ，GPU 传统性能的发展真的已经到头了吗？它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那个32G 的显存了，这买来干活可能确实值那个价，说不定以后的 GPU 全都得依赖软件进步了。好在 DLSS 4的多帧生成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哪怕在严格的 A/B 比较下，我也没能明显感觉出它的代价。直观感受就是流畅度确实明显提升了，那同时延迟呢并没有高很多。这拼好帧的预制菜做的也不难吃啊，但是啊，它仍然需要你做到一定的基础帧率，比如说45帧以上才能够合格的工作。也是因此啊，多帧生成对于5090这种高端卡来说确实好用啊，但对以后的5060这种卡来说呢，可就不好说了。毕竟啊，更多主流玩家他需要的是从30帧翻到60帧，而不是从60帧变成200帧啊。那最后呢，国内特供的5090D 倒是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啊。这对于游戏表现来说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甚至连 DLSS 都没有影响啊。那如果你完全不做 AI 啊，就臭打游戏，那确实用不着担心这个特供版的这个 D 啊。反正这一代5090吧，用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纵使它继续称王啊，但也没啥惊喜，只靠科技与狠活。那么以上就是5090首发测试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别忘了点赞、转发、收藏，支持我们一下。这期节目做的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DLSS 那么多录屏，我们都真的快要死掉了。那么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